Did everything for you? 第3次的台湾小学生英文挑战开始。Like the sorbet of the green one. 不适合密集恐惧症的人来看吗？这也太多了。现在来到我们神秘的目的地，会有丧尸出来吗？我们来到世界级的旅游景点 Whistler。从温哥华开车1到2个小时就能拥有世界级的体验，从一眼望尽黄金海景到挑战惊悚悬空吊桥，见证运动最高殿堂的辉煌荣耀，以及踏进失落的列车残骸，来个神秘探险之旅。这是一集夏季限定的周末轻旅行，来到温哥华人最爱的旅游胜地。就让飞妈在这一集带给大家看 Whistler 2天1夜的亲子游，什么东西好玩，什么东西好看 ，Let's go！ 但在这之前，有听我们的团友大姐 Tarsi 提到说，这次从台湾来温哥华玩，主要是希望能让她的2个孩子多接触一些国外的英文环境。所以在大家正式出发之前，我提出了一个想法。既然难得来到加拿大，我让红哥来开他的金口，让他练习说英文。看他愿不愿意哦。我们去问好不好？红哥，我们今天会去 Whistler 玩，需要买一点饮料，就让你来试试看，帮我们大家一起点。我还没说完，这阿姨跟你妈妈在你旁边罩着你，那就可以，好不好？所以我们试试看哦，可以。究竟台湾小学生的英文口说能力会是如何？他们会害怕而临阵脱逃，还是自信的大胆出声？就让我们借由这个挑战来一探究竟吧。开车前往 Whistler 的路上，会经过这个拥有黄金美景的海天公路，好漂亮！开去 Whistler 一定会看到的这个美景。这120公里的沿途，可看到壮丽高山和碧海蓝天，是北美最美公路之一，也是来温哥华必享受的一个兜风体验。开了大约1个小时左右，就来到了 Shannon Falls Provincial Park。这里环境优美，适合野餐，沿途也会经过小溪，可以踩水。路旁还有小溪呢。这条瀑布就是往 Whistler 方向呢会经过的一个算是中途的休息站，因为它就在路边，走起来坡度也不陡，只需要短短的5到10分钟就能抵达瀑布底下的瞭望台，非常适合一家大小过来这边踏青。我们现在走到瀑布的脚下了，其实很高呢。稍作短暂停留之后，我们来到了在瀑布附近的温哥华超火爆景点 Sea to Sky Gondola， 让缆车带我们从海平面直接一路升到山顶，一眼望尽整个 Squamish 地区的壮观海湾和山脉。这里还有个 playground， 等一下就要坐缆车，直达那个山头。好，我们现在要坐缆车啦。好，上车。拜拜。很有感觉，这个景超漂亮的。你今天假日会怎样？乌鸦嘴。不要再说这些。整个乳白色的海水，亿万风景啊！是要爬上顶峰吗？对啊，当然就是在顶峰啊。不要，没有让你爬耶，这个是缆车载你上来耶，不是懒人的路线。这里有一个就是专门给那种真正健行的人在爬的，那个爬大概要爬好几个小时。就是那边，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上面是有一些人的，从山脚下直接爬的，你们看得到吗？那个就是 Chief， 就是那个顶峰，那个顶峰 Chief， 那种 Chief。哇，也太远了吧！有点太久了。你们爬高吗？有点恐惧。像能爬 Chief 的这些人，我都很佩服他们。我一直都不敢挑战，因为我连 Grouse Mountain、Grouse Grind 我都有点没办法了。我记得人家 Grouse Grind 那种最快人可能20-30分钟就走完，然后平均人可能1个小时走完，但我大概要花2个小时。我记得我以前走的时候 ，Grouse Grind 就是也是一个雪山，可是它在夏天的时候，它有一个健行步道是很陡的，就真的是爬山。它那个就是也开放给下人，也蛮多人去，但是还蛮好的一个景点。现在的海拔830，它真的都在上升，对。气压961.18，专业。我们坐了大约10分钟，就即将到达山顶了，要出缆车了。抖，哇塞，刹车了一下，走。如果不出来，是不是就会直接下去？对，你就会直接下去，何必？离家也到了。这里就是他们的户外的用餐区。哦，这个景看到的这个湖叫做 Howe Sound，
这里离温哥华开车1个小时就可以到，就可以看到这个亿万的美景，怎么能不来？好，前面这个吊桥大约100公尺，所以不算太长。好，走吊桥啦！塞车了，塞车了。它这个铁网其实算是很硬的。我抢你天了。它这桥会稍微有点摇晃，但其实大致上都还蛮稳固的。原本不是说我们凯哥有一点点小惧高症吗？我也有啊，你弟弟，但是你还是可以走啊，所以其实还 OK 对啦，还 OK 啦，你慢慢走是 OK 啦。所以其实不用太怕，有一点恐高的他们都愿意走了。OK， 我们要到对面了。我们刚刚从吊桥的那一边走过来，在这个平台上面看到的景色也是很美呢。我们走这个简单的轻松步道。它这边有2个超简单的健走步道，都很适合带小孩或老人来走。我们出来了，走15分钟不到，它这里就只是1圈而已啊，够不够亲子友善？15分钟，好吧，回到陆地了，回到陆地了，接下来就该在这边了，不要再走了。我不要走高。好，对，大家休息一下，好，大家在这边休息一下。这群懒人。享受完美到令人窒息的景色过后，来到休息时间，正好一旁有个饮料店，我们就趁这个大好机会，开启了台湾小学生英文口说挑战的第1轮。4 blue raspberries, please. Do it, do it. 加油 ，Let's go. OK， 我在你后面，有问题靠我。OK。 4 blue raspberry. Raspberry slushy? Is that everything? Is that everything for you? Yes. Perfect. Straws and then lids to the side there. Thank you. You're welcome. 不错呀，红哥 ，You can do it, right? He only said 1. Oh, I thought yeah, sorry. Oh, no worries. 3 more? 3 more, please. OK， 店员没有听到他讲 4， 所以只给我们1个冰沙，所以我现在又另外再点了3个冰沙。Thank you. You're welcome. 来，凯哥，不错啊，红哥，第一次。由于哥哥鼓足勇气说了英文之后还惊魂未定，这次就请3年级的弟弟试着挑战。于是我们请他帮忙点一杯咖啡。 One large ice mocha. Sure. Anything else for you guys? Okay. Okay. All right. 愿意开口说就是好的开始，成功。不过难得来到国外，只说1、2个字有点可惜。接下来的旅程，我还是得要想点办法，鼓励他们自信大方的说出来。你热不热？热。你穿外套哎。继续开车1个小时，就来到了2010年温哥华冬奥的比赛场地，也是知名滑雪度假胜地的 Whistler。我们先到饭店 check in， 让绞尽脑汁开口唠英文而脑力虚脱的红哥与凯哥镇定下来，恢复精力。我们总共订3间房，我先来给大家开箱一下我们订的房间，其实蛮普通的，但就顺便看一下吧。好，已经被小朋友在当游乐场玩了，就有2张 queen size 的床，窗外看到的景色，哦，还不错啦，没看到什么景。算是还蛮中规中矩的一个房间，桌子啊，需要吃东西或办公什么，可以稍微用一下。复古的台灯，这边基本的咖啡包啊、茶包的东西，好，冰箱都是空的，这些都是我们的东西，那先摆在一边。这个还蛮有趣的，他们还有放一个厨余桶，蛮有环保意识的。哇，现在超冷的18度，调一下，21。然后来看一下厕所，我们打开一下 ，OK， 好啦，不算小啦，它就一个洗手台，这里面是洗澡的地方。好，出来，谁今天要跟妈妈睡？姐姐是想自己睡1张床吗 Yes. 好啦，你自己超爽好不好？睡1张床，那我跟妹妹休息过后，一群人在傍晚踏出饭店，走在 Whistler Village 的主要大道上。虽说是傍晚时间，天空依旧明亮，因为温哥华夏天的太阳要9点之后才下山了。
这个步行友善的 Whistler Village 是当时1960年代初加拿大政府计划兴建的一个滑雪度假胜地，在1980年代对外开放。村庄的建筑融合了欧洲风格和西北太平洋地区的特色。随着时间的推移 ，Whistler Village 成为了世界知名的全年旅游目的地。2010年更是第21届冬季奥运会的举办场地之一。到了晚餐时间，我们选择了在小镇一个隐秘角落的日本拉面店填饱肚子。好，现在来吃吃看这家拉面，感觉做的还挺正宗的，就是看起来像是日本人，但服务生就是金头发的老外。味道很入味。我们点的是盐，就是一般的豚骨拉面，还不错啊。那现在来尝尝看它的肉。肉也很好吃哎，这家在 Whistler Village 里面算蛮隐秘的一个店，你要稍微走到外围一点。那它旁边也是有日本的超市可以去逛。旅游胜地，这边每一个餐厅其实都挺贵的，拉面店相对来讲已经算便宜了。OK， 我们现在来到知名的冰淇淋店。饭后的甜点令所有小朋友期待，趁着他们开心的当下，是时候再让2个台湾小学生哥哥进行英文口说挑战啦。Strawberry 啊 ，OK， 好，第3次的台湾小学生英文挑战开始。为了激励他们，我们就派出2位小 CBC 来打头阵，给2位哥哥壮胆。Can I have cookie dough, please? Chocolate. What's Ellie next. Can I have In a cone? Yeah? Okay, your turn. single strawberry cone? Strawberry, like the sorbet or the plain one. Strawberry ice cream. Okay. Single birthday cake. In a cone? Oh, Okay. awesome job. 不错啊。It's an English challenge for them. They're from Taiwan. 被鼓励一下，其实他们是可以的，对不对？妈妈整个就是很骄傲的感动。英文挑战大成功。我们现在要坐接驳车去失落之湖。失落之湖。好，我们现在来到坐接驳车跟公车的地方。我们要看我们坐的好像是5号还是8号。好，找到了，我们就是要坐这个。它好像是20分钟来一班，所以我们现在等一下。我们的接驳车来了，上车喽！好，我们来到 Lost Lake 了，好平静、好美的地方哦。看这里的松果都多大，比我的手掌还要大。那我的呢？更大了。哦，清凉啊！这水超清澈的，你里面有一些小鱼什么，其实都可以看到。先玩沙了。对，这里沙滩旁边的水呢还蛮浅的，所以很适合小朋友来玩。沙的质地也算不错。它这条湖很特别，里面有的时候可以看到一些蝌蚪。就在这里，好多蝌蚪，这适合密集恐惧症的人来看吗？这也太多了。哇哦，好多哦，密密麻麻的，好可爱哦！每年的春天都会有青蛙来到这个像浅水岸呢来孵蛋，大约3到10天之后，这些蛋就会孵化，就会变成像我们知道的蝌蚪。大约10个星期后呢，蝌蚪就会开始长脚，然后尾巴也消失，也开始长背。那个时候，它们就要开始回到附近的森林。花大概3到5年呢，成长为成熟的青蛙。它们回到森林的那段期间，就是所谓的青蛙大迁移。所以如果走在路上有看到一堆的青蛙，那种小 baby 青蛙，要小心，千万不要踩到它们。通常青蛙在这边产卵，大概有不到1% 的青蛙卵会存活下来。这个湖的条件就很适合青蛙在这边产卵，所以我们刚刚就看到一堆成千上万的蝌蚪长出来。这边已经游到这里来了吗？捞到一只。这是有2只，我看，哇，摸起来好可爱。好了好了，来给你了。
天然的捞蝌蚪场。好，我们现在来到一个森林步道里面，我们要进到深处，要去寻找一个神秘的地方探险。跟着导游走。刚刚在路上看到了一只熊，一只黑熊。现在我们其中一位先生现在搞得很紧张。有一只黑熊在附近出没，如果遇到黑熊应该要怎么做？就是不要慌张，慢慢的就是倒着走，不要就是跑。熊第一本能一定会来追你，所以就是要冷静，然后慢慢的远离它。基本上熊也不会真的就是故意过来找茬，除非是他觉得你有危险，或者是你身上有食物。但其实还好，我们现在身上也没带什么食物，而且我们声音讲那么大声，熊其实远方应该就可以听到我们的声音，他就知道有人类在这边，应该就不会想要过来，因为熊本来就不是很想要靠近人类了，除非是就习惯已经被喂养，不然他们其实也不会想要到有人的地方。哦，这旁边的溪水，看到这个溪水就代表我们快要到了我们想要去的目的地。哎，看到熊了！我们现在来到吊桥这边，你们经过 Sea to Sky 的洗礼应该是 OK 的，小 case 对不对 ？So far so good。也许可以啊，这个很短。怕了，我要走了。没有啦，很好啦。这里好漂亮，下面就是急流的溪水，这桥还挺陡的。你摇晃呢？看到了。现在来到我们神秘的目的地——失速列车的 feel， 有没有？它是怎么来的？1956年就有一节火车，它就脱轨了，于是它的车厢就被倒在这边。那现在那个车轨现在可能都看不到了。重点是脱轨了之后，也没有人想说把它们给搬走，所以这些车厢就莫名其妙都在这边。艺术家他们就开始在这上面作画，让小朋友探险的一个景点。一个、两个、三个、4个 ，OK， 也许要再到后面。它这里好像有7、8个，这里还有一个在下面。会有丧尸出来吗？哇塞，这也太屌了吧！它悬空哎，哇，里面全部都被漆满了涂鸦，害怕了吧？哇塞，我有点像在拍电影，走在电影场景里面。这下面就是急流哎，这看起来像是引擎的东西哎，仿佛像是置身在一个电玩世界里面来探险。最后的生还者被撞得不成车样了，哇，阴森啊！现在有人追上去了。在看我上去之前，大家订阅一下吧。哇，现在 OK 了，蛮坚固的。哇，哇！有位先生也要上来了。哇，这位狗仔，他居然追上来了。嗨，这是由上往下看的景象。妹妹现在要爬上来，等一下抓妈妈的手 ，OK？ 哇，好棒啊！谁要上去？还有另一个小朋友也要上来。有个比较 UK 的就要哭了，因为爸妈不准让他上来，太小了啦。好，扶好 ，OK 了 ，You can do it， 耶！你爬上来了，好棒，对不对？姐姐都突然上来了，赞！我们一行人就在踏上失速列车的残骸下，即将结束这2天1夜，享受大自然美好以及开放束缚、挑战自我的周末之旅。下去又是一个考验。很高兴2位台湾来的小学生在1天之内，从一开始羞怯的内心挣扎，到逐渐打开心房说英文，甚至主动开口与陌生外国人交流。熟悉的环境待久了，总会产生惯性而停滞不前。但做父母的我们，可以适时的小推一把，带孩子一起跳出舒适圈，让他们勇于面对挑战，相信孩子有能力可以应对，而他们也会发现，原来自己是可以办得到的。哎，你爬上来了，好棒，对不对？现在我们就已
车厢为背景，然后以2位台湾来的小朋友突破心防，跳脱舒适圈，在国外说英文的分享。另外在订阅留言，还有打开小铃铛，记得订阅哦。大家见，拜拜。为何突然摄影机过来？我赶快冲流水。